60多斤了。也晓得你60多斤了。哎，胖儿，胖儿，应该有很多粉丝是从萌兰和发姑奶爸一问一答的这段视频开始入坑萌兰的吧？萌兰小时候长得乖巧聪明，又很亲人，带过她的饲养员基本上都很喜欢她。萌兰和发姑奶爸可以说是双向奔赴。每当萌兰心情不好、有些不开心时，就会独自一熊趴在假山上一梦，仿佛这里就是她的秘密基地。但发姑奶爸总能精准的找到她。奶爸抚摸着萌儿的小手，轻声的喊着自己好戴儿的名字，然后张开双手接她回家。本来还不想回家的萌儿，听到奶爸一遍又一遍的喊她，也终于放下防备，慢慢的爬下假山。然后发姑奶爸便一把抱起了她的好戴儿，土豆腿大脑袋。在奶爸怀里的萌儿就像一个巨型胶囊，被发姑奶爸抱起的萌儿感觉心情瞬间好了很多。而等到发姑奶爸不开心时，萌兰同样也会去治愈他。这天发姑奶爸明显心情很低落，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摆弄着一根小竹笋，有些沮丧。这时萌儿便轻轻地走向奶爸，钻到奶爸的怀里，抱着他的胳膊，用嘴巴轻轻地啃着奶爸，安慰他。此刻发姑奶爸的表情明显的轻松了很多，轻声和萌儿说些什么，萌儿便笑着接过了奶爸手里的笋笋吃了起来。他们真是有在互相的治愈对方，也难怪发姑奶爸会在采访中说，萌兰基本上占据了他的生活。萌兰小时候也是狐妹子体质，总喜欢和发姑奶爸贴贴，还会时不时的找奶爸要抱抱。这天喝完盆盆奶的庆大一直忙着舔盆盆，而萌兰则是忙着往发姑奶爸怀里钻，让奶爸抱她。这时的萌兰已经好大一只了，感觉发姑奶爸抱着都有些吃力。发姑奶爸抱完萌兰又去抱了抱庆大，结果此时萌兰却不乐意了，抱着奶爸的头不撒手。而庆大最见不得狐妹子撒娇，叼着盆盆迅速就走开了。发姑奶爸还会经常的背着萌兰下班回家，也会趴在地上学着萌兰走路的样子，陪她一起玩耍。因为萌兰小时候和发姑奶爸有很多有爱的互动，所以大家都说萌兰一直密谋着想越狱，是为了回四川去找发姑奶爸。要想爬出来噻，就说的想我了，然后想来吃火锅了。这个是的要得，他也是就是古灵精怪的，思路蛮多的，主要是脑子好使。萌兰也是饲养员们亲政的智商高，发姑奶爸也曾说过，如果有机会他也会去面见西直门三太子。虽然很想看到萌兰和发姑奶爸重逢的画面，但发姑奶爸说过，即便去看萌兰，也只会远远的看着他，因为他害怕萌兰有可能出现应激现象。果然真爱是只要你生活的好就行，并不一定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点熊猫界那些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的干妈。说到干妈，大家肯定会想到花花和陈圆润的组合，因为当时成功妈妈身体状况不太好，不得不考虑将她与花花和叶子分开。在他俩9个月大时，就分别交给了圆润和艾丽照顾。在花花第一次出现在圆润的院子里那天，圆润看着这个嘤嘤叫的可爱宝贝，便没有丝毫犹豫地接受了他。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圆润给予花花的母爱丝毫不比二狗少，甚至在二狗欺负花花的时候，还会帮花花出头。因为花花性子慢，吃饭速度更慢，花花每次吃奶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之久。即便每次圆润都累到痛苦面具，也从未拒绝过给花花喂奶，甚至在他认为花花应该吃奶的时候，还会把花花拖过来主动给他喂奶。圆润不仅会帮花花排便，还会在花花睡着的时候给花花按摩后脚掌，因为花花的脚掌天生外翻，这些圆润都看在眼里。或许他在用他唯一能做的方式，试图缓解花花的症状吧。这么无私的小狗女士真的值得被更多人喜欢。在小叶子和艾丽这边，艾丽干妈同样将她视为己出，不仅从不抗拒给叶子喂奶，这个深情的对视真的太令人感动了。这天雨越下越大，艾丽赶紧去收躺在木架上睡觉的叶子，因为手没抱稳，叶子掉了下来。艾丽还紧张的赶紧安慰，尽管小叶子一直都很活泼好动，有些调皮，艾丽也轻易不揍他。后来艾丽妈妈还一拖三当过北辰的干妈，而福多多的干妈雅丽也同样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当年只有13岁的大阿福突然因病去世，当时7个月大的福多多成为了一个没有妈妈的小可怜，经常在角落抱着熊猫公仔独自玩耍。后来福多多被带给雅丽照顾，雅丽也特别喜欢这个从天而降的干女儿。刚开始福多多很拘谨，经常自己坐在木架上发呆。雅丽发现福多多的异常后，便花费更多的时间来陪他。多多吃奶吃得太久了，雅丽有些撑不住，就算原地躺下也不会推开多多。看到多多爬木架姿势不对，就赶紧跑过来接住他，生怕他不小心摔倒。当时宋福利一家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温馨治愈的画面。而第一次当妈妈的蕊蕊也很棒，因为贤贤带着闺女去参加也赔了，儿子贤贤仔就委托给只有6岁的蕊蕊带。蕊蕊虽然年龄小，但是在带娃方面也丝毫不逊色。蕊蕊也是完完全全的把贤贤仔当成自己的孩子，
会耐心的教孩子爬树。贤贤仔也很聪明，第一次学就会爬了。蕊蕊还担心的用双手托住干儿子的屁股，等贤贤仔爬到一定高度，蕊蕊又很紧张的把他拖下来，像是在说儿子第一次爬这么高就够了。而且蕊蕊每天都和孩子们玩得飞起，把孩子玩生气了，还会主动去道歉。虽然不提倡干妈政策，但这些大熊猫妈妈无私的爱真的值得被记住。但飞云有的不只是美貌，她的智商也是妥妥在线。因为奶爸奶妈想让飞云多思考多运动，于是他们会放一些笋笋在滑滑梯的上面，想让飞云开动脑筋取下来。因为奶爸奶妈考虑给飞云加大难度，所以会把笋笋卡在滑滑梯的上中下3个不同位置。因为飞云一般是不玩滑滑梯的，所以他不能像别的小熊一样用身体把笋笋冲下来。搞错了，再来。所以他不能像别的小熊一样用身体把笋笋冲下来。算了，还是不说这个没用的金虎了，咱们接着说萌妹。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最简单的应当是取靠下面的笋笋。飞云扶着滑滑梯站了起来，腰是腰，定是定的完美，身材尽收眼底，然后踮着小脚尖，挥动着小手去够滑滑梯上面的笋笋。可望不可及的笋笋把飞云缠得直舔舌头，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1分钟。飞云都是不急不躁，情绪特别稳定。最后飞云终于取下了笋笋，便坐下来慢慢享用。这天笋笋的位置放的就相对高一些，飞云站起来尝试了一下，感觉差的比较多，所以他便转身走向木架，不做任何无谓的挣扎。只见飞云慢悠悠地来到木架上后，看了一眼自己亲爱的小白象，便立刻想到了应对之策，于是便倒挂在滑滑梯上，伸手去够笋笋，但是无奈手没抓稳，笋笋滑落了下去。飞云并没有丝毫情绪波动，只是缓缓起身下木架去捡掉下去的笋笋，而难度最高的还得数把笋笋卡在不上不下的位置。这个位置飞云站在下面伸手够不到，倒挂在上面也还是够不到。正当大家都以为飞云这次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他竟随手拎起手边的抱枕，像打保龄球一样击中笋笋，使笋笋跟随抱枕一起滑落。这一幕真的把大家都惊呆了，原来美貌竟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聪明懂事，情绪稳定，脾气好，不管哪一条都是飞云的 buff 加持。每次飞云取小零时也都是轻手轻脚的，看起来极尽温柔。为数不多的几次揍金虎，也都是倩倩的金虎先招惹的飞云。金虎不仅会趁飞云不注意的时候偷他笋笋，还会在飞云睡觉的时候故意挑逗他。起初飞云也只是有些不耐烦的驱赶让他走开，谁竟想金虎却越聊越嗨，仗着自己车座子嘴长，还把嘴伸过来咬飞云。最后不仅挨了飞云几个大逼兜，还给他的头套紧了紧，把金虎疼得连连求饶。每次看到飞云完美的仓鼠脸微笑唇，都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一起嘴角上扬。他要打金虎就让他打吧，反正金虎也不是不扛揍。最后萌妹提醒大家，大熊猫喜欢安静，请来看我们的叔叔姨姨和小朋友们不要大声喧哗哦。